其实对，别让打整东假吧。对，也不能说餐餐大鱼大肉啦。所以从色香味来讲的话，它完全满足了这所有的条件，光是用眼睛看就觉得很好吃。那你来这边讲一周，他跟我算好。它是芋头是我从小到大不敢吃的，但是我刚刚一直吃它很多块，我还觉得看好好吃哦。真的99%，那个就是功夫料理的所在。我吃到眼泪都流下来了，真的。噔，也是一半。老的，明仔载爱食菜哦。来无哦，我无赞呢，老的要安怎啊？好一斤八宝阁御厨房寿司的，老的我带你去。好，行来。耶！我现在刚好是时间快接近1点。那其实我们S100一直以来我们都介绍台南的一些美食系列。那其实我们从来没有介绍过素食。那其实现在近年来，因为大家养生的概念都越来越有，然后之后大家也都会注重自己身体健康。那其实对，别让打整东假吧。对，也不能说餐餐大鱼大肉啦。吃素食其实是对身体健康是一件蛮好的事情。那今天我们就是收到很多朋友，然后之后有跟我们说，最近在安平好像已经开1年多了吧，然后有一间素食餐厅听说是非常好吃。那我们今天就是想说，来这边试试看这样子。由于我们S100，我跟威力哥本人都是极重度肉食主义者，对，所以这个怕呢，我们就叫我们的霸强小瑞先生来帮我们介绍一下。OK， Yes， 我们看到这个名字啊，八宝阁御厨房，你完完全没办法联想到它就是素食料理。那他们的 slogan 就是八宝阁联想不到素食料理。没有错，八宝阁御厨房。那八宝阁它会联想到什么？八宝粥，泰山八宝粥。泰山八宝粥没有啦，其实我觉得它的装潢真的，你要说它是素食餐厅，我真的是完完全全想不到。没错，牛排餐厅还比较可能。然后他们的 slogan 就是前所未有的素食飨宴，颠覆你对素食的想法。素食不只是素食。酷。那我们进去看一下吧。是过来这里啊，然后菜色很多，想要请你帮我们推荐。好啊，来，像前面的话，我们的小点萝卜糕是不是自己磨米做萝卜糕，还是说大肠包小肠，这个也很好吃。炒饭我们的招牌是这个五掌味炒饭，松露也很香。好，那这边就先来一份萝卜糕跟一份大肠包。对，各一份。一份是2块，那一份是切对半，都先各一份。OK。好，然后面的话，像是土鳜鱼羹面或素拉肉面，意面也好吃。金沙四季豆，它不是巧克力的金沙。OK， 那我们菜都已经上完了，很特别哦，他们连餐具都是客制化的餐具，上面有印他们的名字。所有的菜我刚有注意到，用眼睛看起来跟菜单基本上完全没有落差，不会像说有的照片上面看起来是长那个样子，然后过来的时候长得完全不一样。他们摆盘都超级用心，很漂亮。从来没有想象过可以在素食餐厅可以吃到像这种炸的鸡肉块，还有糖醋，还有糖醋。这个是泰式酸辣鱼，泰式酸辣鱼哦，宫保鸡丁。宫保鸡丁，我跟你讲，最让我跟阿志哥惊艳的是，我们居然可以在这边吃到大肠包小肠。那你来这边讲一周，他跟我算好。差点忘记这是素食餐厅哎。我要来先吃一下那个泰式酸辣鱼，完完全是一个很像真的鱼块，我来试试看它的味道。真的就是像鱼的口感一样，所以我刚刚想说，我能不能吃完之后，马上透过我的舌头的味觉去猜到它是什么材料做的，但是我大概只能猜到它真的是鱼吧，但是不可能，这是素食餐厅不会是有鱼，可是猜不到它是用什么材料去做的。口感也是跟鱼肉一样，没有像鱼肉那么的扎实，那么的 Q， 但它吃起来的味道是很像的，真的很像。接下来我要来试吃糖醋排骨。哇，这太惊艳了吧！这个里面猪肉的纹理啊，
都做的那么的像，而且吃起来真的是完完全就是排骨酥的那种味道，真的就是糖醋排骨，很好吃。这个是宫保鸡丁哦，这一道让我非常惊艳。宫保鸡丁从外观来看，它真的就是鸡肉。我怀疑你们是不是在门口开素食餐厅的封面？没错。挂羊头卖狗肉然后进来的时候，其实不是素食餐厅。这个跟刚刚那个泰式酸辣鱼的纤维的感、颗粒感又不一样了，真的就是鸡肉。这也是我第一次吃到那么精致的素食餐厅。我之前吃素食餐厅都是那种像自助餐，然后很多道，你用眼睛一看就知道那个就是素食的料理，你就夹起来吃。不会像现在这个每一道都做的那么的精致，那么的漂亮。所以从色香味来讲的话，它完全满足了这所有的条件，光是用眼睛看就觉得很好吃。接下来看到这个是十全大补汤，它有那个猪心。我们现在讲的都要在前面再加一个素哦，素猪心，真的超像的。那有素猪肚吗？这个也有素猪肚，这个就是猪肚。然后刚刚那一块，这个是猪肚，刚刚那一块是猪心。等，来，我夹一块给我夹一块给观众朋友看。真的看不出来。别忘了素食餐厅前面都要加个素。素食餐厅哦，来，一夹就散，失败。而且又烂兮兮的，一夹就散，失败中的失败。单就口感来讲，它的确不像是猪肚啊那一类型的东西，也是豆制品，也是豆制品啊，味道是还蛮好的。它这个药膳啊，十全大补汤的药膳，我觉得味道是还蛮浓的，一整碗喝完。一整碗喝完没有，这个是一整盅，我这个是一整碗，不要害我。我在这边要讲一个我第一次吃素食餐厅的那个经验啊，就是我之前在国外有吃过素食料理，然后他们的餐厅很特别，是你进来柜台的时候，他会有给你一个，你今天用餐是大概比如说100块好了，然后你可以买200块或300块，就是你可以买一个爱心餐，去给那个需要帮助的人。那比如说无家可归的啊，或者刚好没有钱的啊，然后你就可以进去说我要一份爱心餐，他就会给你爱心餐，那你就不用花钱。所以我刚刚一进来想说，因为素食餐厅比较会让人家联想到是跟宗教啊、佛教什么那一类有关系，所以可能比较慈悲为怀。对，所以我想我之前遇过的那一间餐厅，它是以这样的出发点，但是当然这边是没有，只是我忽然想到我第一次吃素食餐厅的经验就是这样。是萝卜糕。你刚刚去港式的，以我多年来对萝卜糕的研究，这个萝卜糕只属于上级萝卜糕，还不到顶级，但是已经是大概我至少给它80分，好不好？真正呢，我觉得真正好吃的萝卜糕不能一夹就散，它必须要吃到那个萝卜糕丝，然后一条一条吃起来都会有那种萝卜糕丝的那种 Q 度的，刷的那种一条一条那种萝卜糕下去，萝卜丝，对，下去煮成的做成的萝卜糕，然后呢，它煎的也恰到好处，就是一定要掐啦。当然这个东西就是餐厅都会帮你特制化，你两杯煎它起来那个6给煎它起来。那我个人就会觉得，我个人吃的属于比较喜欢吃赤煮，那它今天煎的是有点算偏强，比较特别的是它上面还撒那个头打混花生粉，对，那就是增添它的香气，这样我觉得蛮好吃的。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在这间餐厅，今天我们点的我最喜欢的一道菜就是宫保鸡丁，都快被你吃完了。你刚刚讲说宫保素鸡丁，它的口感真的是超厉害的，真的是跟咸酥鸡一样，它的表皮超级力道超级干的，我超喜欢的。我刚刚一咬下去惊为天人，它口感真的是跟咸酥鸡。我跟你讲，我买一整盒这种回去给他们吃，他们绝对不会发现这是素鸡丁。我们威力哥经营咸酥鸡街打滚20多年，但是它素鸡丁它的味道有腌在里面。如果你单纯只吃鸡肉的话，素鸡肉的话，你就吃得到大大的那个口味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一道是我认可最好吃的一道，超好吃的。来这边一定要点这个肖战。就是我觉得这一家，它除了它的素食的肉型的餐点不错之外，像刚刚虽然说金沙这种四季豆，它本来就是属素食的餐点，但是不得不说它的金沙给的非常的，整个是非常的多，非常的完整，因为蛮多那种金沙，它其实都是给沙沙的那种，不够大方。它的金沙是真的是完完整整的是这种咸蛋黄那种，非常的大块。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在素食餐厅吃到大肠包小肠，这个感觉就很像我在狗皮大的感觉，你看。可是它是高级的素食餐厅哦，
大肠包小肠完完全全。以大肠包小肠来说，猪肉香肠绝对是没有人都比得过猪肉香肠的大肠包小肠。所以喜欢吃大肠包小肠的朋友来这边一定会觉得它的香肠的口感没有那么好，但是它完完全全有70%大肠包小肠那种油腻感。你知道吃大肠包小肠太干就不好吃，它一定要有那种浓浓的油腻感，但是它的油腻感不会让你觉得口感非常的腻，而是有那种香香的那种猪油的油香味，所以我觉得味道上是蛮 OK 的，但是口感上还是输不大真正的大肠包小肠。但是如果来素食餐厅的话，是可以尝试看看这种素食的大肠包小肠，推荐给大家。我刚才已经吃到忘记它是素食了，我都觉得还有猪油香的感觉。对，那其实说以素食来讲的话，其实大部分大家就是尽可能的素食业者，他们尽可能去仿制它的口感跟它的香气。那说真的跟我们一样，比如说大肠包小肠，我们要知道说一模一样的大肠包小肠的香气可能会比较不一样。可是如果说一般的素食业者好吃的秘诀在哪里？它能够仿制到50%、70%、90%，甚至99%，那个就是功夫料理的所在。那其实我们今天吃的这边的鸡猪鱼，其实吃起来我们觉得那个相近感都已经至少都80%以上，都已经80%以上了。那就是有一些素食主义者，他们想要吃到一些肉制品的感觉，其实我们都非常推荐。甚至是平常不吃素的人，其实也欢迎来这边，就是可以来这边尝鲜试试看。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一试的，因为有时候吃素食对我们身体负担比较不会那么重。那我们其实已经吃的差不多了。那我们其实蛮好奇的，然后之后我们就访问这边的老板娘，掌声欢迎老板娘。老板娘，不好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好奇这种素食的东西啊，它大部分都是什么东西做的？因为我们店的话是天然的食材比较多，主要是豆腐、菇类、菇类、蔬菜这3种。对，那个口感是怎么样去做出，就是真的那么逼真啊？例如哪一道料理？例如像宫保鸡丁，宫保鸡丁我超爱。超爱吗？客人说它是我们店吃起来最不像素食的一道料理。对，会香菇。香菇，一定要香菇，它会有那个丝啊，会有嚼劲。对。那是什么因缘机会下，我们想说，因为我们觉得你们的餐厅除了装潢啊，跟整体质感，跟它的坐落的位置、整体的环境，就是感觉非常舒服。你们是有什么因缘机会想要开这个餐厅？开素食餐厅的。我们原本在路竹开了4年，然后刚好约到。然后刚好我们就一直在找，可是高雄那边都一直没有适合的地方。然后刚好这边的房东有想要请人家来开素食餐厅，对，然后我们就刚好因缘机会之下，是因缘机会，对，就迁来这里，就迁来从路竹搬过来。哇，很酷哎！所以你们就是从整体营业的营运已经到现在已经是5、6年了。4年多，我们这边是除夕前一天才开幕。除夕前天，今年的除夕前一天。对，除夕前天来开幕。对，因为我们也是最近就听说安平开了一间就是很好吃的素食餐厅，所以我们就是慕名而来。结果果不其然，真的是非常好吃，真的非常好吃。而且老板也算是非常漂亮。离题。我们把。那像刚刚糖醋排骨。它的肉做起来真的很像，它也是那个芋头啊，菇类，它是芋头。怎么可能？我是从小到大不敢吃芋头，可是我刚刚一直吃这道菜，因为茄子的味道会压过它。太神奇了，太神奇了。找我吗？等会一下，不好意思。刚刚那个糖醋排骨竟然是芋头，芋头是我从小到大不敢吃的。但是我刚刚一直吃它很多块，我还觉得看好好吃哦。素食的秘密，纹理还做得那么好，太神奇了，太神奇了。OK， 那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吃完了，这间素食餐厅我们真的是我们夜市100真的是觉得非常推荐。尤其是最近，刚刚这是吃素食餐厅吗？对，刚刚完全都在吃那个肉对啊，很好吃，真的是颠覆我的想象素食餐厅颠覆我们一般人对素食的想象。尤其是最近就是天气比较冷，最近台湾的天气一直都有寒流来，然后其实很多人。如果你一直大鱼大肉的话，对于心血管其实负担都会蛮重的。那这边我们也是稍微推广一下好吃的素食餐厅，那有时候可以减轻我们身体的负担，这样。真的，而且我觉得这边这个环境，用餐的环境也很适合带全家人来，而且它又
坐落在安平，所以蛮适合来这边吃完饭可以走走路啊，其实都蛮好的。对啊，就在林默良旁边啊。那其实我在这边，威力哥刚刚讲到，就我们也做个补充，就是其实我们刚刚有发现很多人带家庭，尤其是带阿公阿嬷来吃，阿公阿嬷都70、80岁吃这种素食，对他们的牙口也不会负担那么大。对对对。那小朋友也看到很多那种小朋友可能是2、3岁的那种，牙齿也可能还没有那么 OK， 但是小朋友吃，我们在看其他桌也是都是吃的蛮好的。今天吃完真的，我会下一个就是想要带我爸妈来啊，来这边吃，家人一起来这边吃，真的不错，非常推荐。而且我刚刚还有看到有客人，我不知道是浮夸还是他真心的，他去结账的时候他说真的很好吃，我吃到眼泪都流下来了，真的，一定是吃到洋葱了。我怎么会流泪呢？是洋葱，我加了洋葱。一定是吃到洋葱，没有其他可能，没有其他可能。OK， 好，那我们Yes100，下次见。那就是喜欢我的朋友们，不要忘记记得订阅、分享、按赞、追踪，好不好？ OK，拜拜。